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在我这个频道里面呢，多数都是拍比较常见的车 ，Vios 其实是有的，可是就是新款的咯。到我身后这一个呢，就是第3代的 Vios， 可是它改了一个泰国版的车头了。本期视频呢是非常感谢车主的，但是车主呢比较低调，他今天没有过来，是朋友带过来的。他也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啊。那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希望下次可以跟你见面喝个茶这样子啦。这辆车其实是第3代 Vios， 引擎换了一个大号为 2ZZ 的1.8公升，有 VVT-Li， 也就是所谓的 VTEC。当年呢 ，Toyota 有 Celica 的1.8，有 Honda 的 B Series 的 VTEC， Nissan 也是有 Neo VVL， 也是一样的 VTEC， 有 lifting 啦，肯定是有 endorse 的，有吗？一定是的。提前先跟你们说，这辆车其实是有意思要卖的，价格呢是在大概80千左右，你们可以去谈的价钱，真的是很美啦。那个气呢也是刚刚喷出来的，这辆车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已经改了3年以来都很 OK。走了，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2ZZ 的 Vios 到底是什么体验呢？那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第3代 Vios 呢，在街上还是到处都是的。改了这个车头真的是比较少见，因为马来西亚是没有推出这一个车头的，它是来自于泰国的。这个就好像类似有 sensor 的一个 logo， 可是是 plastic 来的啦。除了换了 bumper 之外，车头灯也是要换，然后这个 custom 的引擎盖，尾部方面呢也是换了一个车尾灯，尾翼就拆掉了。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还是有在做的。后面有一个 touchpad 可以打开，那后面是空了的啦。电箱已经搬来后面了 ，custom 的 bracket， 那一车就是要轻。后座方面呢还是有的，保持了原装的 Vios J Spec， 座椅是 fabric 的绒布的。前面的椅子在我下车之前已经调整非常的后面，因为让我容易下车。可是我脚呢是碰到了，如果我坐回我的位置的话呢，起码都有2个拳头的长度，头部空间大概3个手指。坐姿方面就 Vios 一般般啊，没有讲特别的舒服。中央扶手也没有，头灯也是拆掉了的啊。为什么你会看到这里后面一个灯呢？车主已经把这个顶呢加了一个天窗 ，2 step 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打开或者是通风。车主还没有改引擎之前呢，也是加了隔音的，在前面门而已，特别的重，后面就它的分别啦。原装的 SPG Full Bucket Seat， 至于 bracket 跟 railing 之外呢，这也是来自于 Torque Racer。踏板方面呢是 Works Engineering 的，但这辆车原装的时候呢是电子油门的，现在已经换上了手 cable 的，因为跟着引擎来嘛。2ZZ 的话是吊 cable， 所以这个油门呢是比较重的，你要踩的比较大力它才肯动，要驾的习惯啦。Wiring 是肯定要换了的啦，但是还是保持着该有的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 Defi 10-in-1 的 meter， 已经盖住了原装的 meter 了的，所以现在看 RPM 啊、时速啊都是用这里来看。Original Momo Steering 350mm，Aerospeed Steering Hub 还有 Spacer 70mm。因为这辆车呢就比较可惜啦，我觉得它原装是只能上下而已，不能前后，所以车主特地加了 Spacer。那个 horn 还是有用的 ，Carbon Fiber 的 Interior。现在的这辆车已经是6速的手排变速箱，来自于 Arteza 的 Gearbox Cable， 再用 WK Quick Short Shifter， 这里很有机械感的样子。换挡就是3、4、5、6，要去 R 的话呢，就是推到最左边上，就是这样。所以那种感觉很紧凑、很 solid 的感觉哦。这辆车有防滑系统的，这表示这辆车当年它是已经推出了 CVT 5段变速箱的 Vios 啦。当年 4AT 是没有 ESC 的，传统手刹还有在，中央扶手还有在。那我们去打开引擎盖看一下它的引擎啊。
代号为 2ZZGE 的1.8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啊，有的Toyota的 VVT-Li， 配搭着6速的手动变速箱，还有 M Factory 的 Helical LSD。exhaust 是 custom by BS Exhaust，4AE extractor from FT2R， 所以它的 exhaust 是2.5寸 stainless steel piping，K-Tune Racing Muffler，custom well intake piping 3寸的，还有 K&N 的 air filter，Velocity Fuel Rail，Ogura Super Single Clutch， 踩下去很紧凑的感觉，而且比较重哈。机油方面是用这 Motul 的300V， 可是每5000公里就要换一次。变速箱油呢是用这 Motul 的 LSD 的油，大概10千就换一次。Engine mounting 是 custom 了的啦，现在马力大概可以180多匹，大概去到不到9000转啦哈。Rev guide 应该是在8500这样子，扭力大概是170多到180左右啦，所以当时的这种引擎呢是扭力跟马力很成正比的。那这里还有一个8换了气，看不出来。轮圈方面是用这 Enkai 的 RPF1 RS 的轮圈，前面 8JJ ET20， 后面 7JJ ET30， PCD 4×100。轮胎方面是 V-Tour Tempesta Enzo 205/50R15寸，自活塞刹车卡钳来自 Nissan R32 的 285mm 的刹车通风碟，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 ，BCBR 的 Adjustable。J-Spec 的 Vios 后面是没有刹车卡钳的啦，但是已经加了一个 Single Port 在后面。刹车油用 Endless 的 .4， 前面的 Brake Pad 是用这 Ceramax 的 Purple， 后面就用这 Project View。当然，杠喉也是换了的前后，然后后面大概1根手指多一点点。Lower Arm Custom Bushing PU 的 Anti-Roll Bar 那些该加也加了。至于更多那些改装物品呢，我会列入在下面，你们可以自己点下去 description 看啦。呜呼，听到吧？我踩下去 Ogura Super Single 的声音，去试驾。哇，油门是这边要重一点的啊，要用力的踩下去那个油门。可是 so far 我就觉得那个 clutch 很舒服啊，我有讲很难去踩啊。不容易驾这辆车。哇，这辆车的油门哦，不能踩少油的哦，因为它很重，你明白吗？然后我这个 clutch 有一点重，当然是比我的 EK 轻了啦，轻了一点点。这种吊钢线的就是爽哦。来，先说一下我当时对这一款 Vios 原装的时候的一个印象啊。因为呢，当年我的堂弟哦，他就出了一辆 Vios， 在2014年这样子，2015这样，当时是只有卖这 4AT 的啦。那我对这辆 Vios 的一个印象就是，哇，怎么它的隔音这么好的，在一个 Vios 外哦，因为相对来说，都工的话都比较吵一点。所谓的都工就是第2代啦。然后怎么它这个的隔音这么好，然后它 signal 这么好听，我当时这样想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个舒适性都很棒哦，在一个 Vios 来讲，悬挂偏软啊这样子，这样子很多东西要顾虑到，我已经忘记要怎么讲话了，不好意思哈。Brake 右侧 ，compressor 关掉。看了。不错，感觉到不错哦。可是那个油门上面呢，我觉得很重啊，所以我有点驾不习惯了。那个感觉到车要很用力去踩，它才会有力啊，就是那个钢线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对，Vios 的话的舒适性在原装来讲是真的很不错的，但是你不要相对现在新款的车啦，因为现在新款的车的隔音啊，Mira Vios 那些做得更好了的啊。然后这一代的 Vios 的原装是。所以你看到它的二手价钱是真的是很高一下的。讲舒适性的话，也是当年的这个来讲是真的很棒了的啦哈。嘿，那这辆车的后面后悬挂是一个 torsion beam 啦，所以它的屁股呢是原装开起来会比较开心一点点的，就好像驾 City 这样啊。但是 City 会更加开心，比较想要出的这个是原装的时候，这辆车我就不晓得啦。但是如果讲很跳的话，
我发现这辆车不会嘞，OK 嘞。然后呢，这辆车原装是一个1.5公升的自然吸气，如果没有错的话，代号是 1NZFE 没有错的话的哈。然后它的变速箱是一个 CVT 的，然后车主呢买 J-Spec 都是 CVT 加到不爽的话，他去换了一个美诺，然后换了美诺之后好像是炸了引擎吧，炸了之后就直接下2ZZ了，所以为什么今天叫3年这样？只是如果想象一下这辆车如果不改它的外观的话呢，很难想象它是一个2ZZ，没有人知道。换了这个方向盘之后呢，就比较有感觉一点点，因为原装的 Vios 呢，就它太过比较麻木一点了，OK， 然后就好像没有什么 feeling 这样啊。转向好像感觉没有这么精准，但是换了这个之后呢，就精准了很多一下。这辆车呢，行驶着100 km/h， 大概是3000转左右不到3000转，大概2900多。可是呢，就很接近 Type R 的这个 ratio 了的啦。它的 6-speed 呢，这样 final 加起来是跟 FT2R 差不多的。我觉得我驾过 AGE 5-speed， 我驾过 New VVL 5-speed。VTEC 的 5-speed 里面我觉得 Honda 最厉害就是在它的 gear ratio。每一档接一档，一档接一档的话呢，它都保持那个转速非常的漂亮。VTEC always on 的，所以当我可能1号档去到8000多、9000转的时候，我升到2号档，然后它可能跌在6500还是6000多一点点，很漂亮的那个感觉。所以你经常听到那些 Type R 很快就上4号档了的，拉不出去的时候，可能它180的时候都4号了咯。不要讲6速啦，5速的 VTEC 也是这样的咯 ，B Series 那些。180我都上到5号牙了，我不晓得现在的 2ZZ Half Cut 要多少钱应该是要过10,000块的。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改装这个 2ZZ 的话呢，就自己要花蛮多一下钱。你看engine mounting 还要换piping 啦，跟那个 wiring tug 啦，这些都要做OK， 所以不简单这样子改，我是很佩服这辆车的车主的精神的。有多少个人愿意花这样多时间跟心血去好好做一辆车出来，像这辆车这样？保养方面呢，我对2ZZ老实讲我不太清楚啦，难不难保养不知道。然后至于 spare part 容不容易找，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如果你们知道2ZZ的朋友们呢，可以在留言下面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一下啦。OK， 我就真的是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没有玩2ZZ比较多，很可惜啦。我之前认识的一般朋友呢，很多都是在玩 Continental Car Golf R 啦 ，Golf GTI 啦。我有点不习惯这辆车的 clutch 比较硬，油门比较硬，然后它的换挡会比较硬，所以可能我换挡上面会比较慢一点请大家多多包涵这辆车毕竟要有一个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去驾这辆车不简单，真的。今天什么日子拜6了今天真的很多车，没有办法去，真的是0到100，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吧。它的 gear ratio 在3号跟4号 OK 啦，没有分到太远，比较密一点的。可是我 feel 到8000转就卡了EVTIL， 真的是爽一下。
OK 啦，对于一个1.8公升来讲 ，not bad man， 爽一下。哇，难做 Hill 多哦，太紧了，它的那个油门啊，太过紧了。可是哦，还没有开 deck， 这是真的没有力哦。啊，5000转。所以这种车呢，不是关于到什么东西，是关于到信仰，真的。JDM man， 我觉得把一个 2ZX 放在 Vios 上面真的是蛮有力的。它这样轻，1000多公斤的车，然后很有感觉，很有 feel， 整个加起来就是2个字，solid。那个是1个字还是2个字？这辆车加起来呢，不会松松散散的 ，engine 好像很健康的感觉，啊。全部用好料，感觉上就是这样啊 ，premium， 不会假不浪，不会假不浪就对了。这辆车真的是 weekend car 来的，车主很少驾出来的。daily car 是一个 X50，weekend car 是一个 Vios 2ZX VTEC， 大家叫做 VVT-Li 啦哈。想当年这个 lifting 的科技呢，真的是很多厂家都会做，用的名字都不一样。5000转来。所以 Mitsubishi 叫 Myvec，Honda 叫做 VTEC。not bad。感觉到有180匹左右啦，它不快，它真的不快，可是它给你一种感觉就是很激情、很热血，我讲不出来这种感觉。所以玩 NA 高转的人呢，有高转人的心情跟自己的世界；玩德波人就看不起啊，讲真的。哎呦，我的德波开了，你的 VTEC 都还没有开啊，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一到 Tesla 那种电车的时候啊，哎，你们的引擎还要点火那些，哎呦，我都不用踩就来了咯 ，instant 到啊。可是就信仰哦，这种车虽然不是讲很有力啊，可是呢，它能够维持在高转啊，而且又是6速手排的话呢，对于我们上山来讲是蛮好玩一下的。exhaust 不会很大声的，如果能够再大声一点，那种爆 V 的声音出来就爽歪歪。前面的也不是普通的 Vira 哦，是我之前拍过的那个 Vira GSR Turbo 1.8的，可是就换了颜色啦，所以认不出来是不是？啊 ，Sleeper 没？就在我们这班玩车人哦，很多都是 Sleeper。根本是看不出里面是开有什么，然后我感觉到啊，每次我拍的车都是要卖啊，就好像这辆车这样。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请看我下个影片之后才决定要不要买这辆车，真的是不错。第二engine，进一个档位。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拜拜。